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4年一度的全球体育盛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拉开帷幕。当全球数以亿计的球迷正为自己心仪的球队摇旗呐喊时，高盛证券发布了一份极具科学探索价值的研究报告，标题为2026年世界杯预测概率与夺冠之路。这一次高盛的经济学家与定量分析团队不谈空泛的球迷情怀，而是用最硬核的数学模型、大数据算法以及历史交锋记录，为我们预测了这场足坛世纪盛宴的走向。这并非一场主观的猜测，而是一次将先进的数学工具应用于复杂体育系统的科学实践。模型显示，西班牙正凭借其年轻一代的崛起，以 26% 的概率高居夺冠预测榜首。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则因统计学上的特殊效应，面临着预期差的考验。首先，我们来揭开这套高盛预测模型背后的大脑，也就是用来衡量球队实力的底层数学公式。高盛指出，他们模型中最重要的核心变量是源自国际象棋界，后被广泛应用于现代体育数据分析的埃洛等级分系统。这套由物理学家阿帕德·埃洛设计的数学模型，其本质是通过动态调整数值来实时反映球队在每一场比赛后的真实战力。在埃洛系统的运作机制中，当一档高分球队与一档低分球队对决时，模型会根据两者的分差，精确计算出一个预期胜率。如果高分球队如期获利，其积分只会微幅上升。但如果低分球队爆冷战平甚至击败对手，那么低分球队的积分将会获得爆发式的跃升，而高分球队则会面临惩罚性的扣分。高盛定量分析团队将历史上数千场国际 A 级赛事的数据输入该系统，从而为参赛的48支球队奠定了最客观、最科学的实力初始值。然而，单纯依赖埃洛积分还远远不够。高盛在报告中强调，为了提高预测的精确度，他们在2026年的全新模型中引入了多个维度的修正参数，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变量分别是进球天赋与球队动能。进球天赋主要衡量的是球队在面对密集防守时，利用极少数机会将射门转化为得分的实质效率，而球队动能则精确计量了球队在过去10场比赛中的连胜轨迹与士气指数。此外，模型还将球员的心理韧性、历史淘汰赛表现以及地理因素进行了多变量的蒙地卡罗模拟，通过高达10万次的赛事电脑模拟，最终生成了每支球队晋级各个轮次乃至夺冠的科学概率。现在我们就来拆解高盛这套超高速计算机模拟给出的最权威预测榜单。高盛指出，在进行了10万次全路径模拟后，西班牙以高达 26% 的夺冠概率雄居全球第一。这项预测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部分资深球迷的直觉。高盛定量分析团队给出的底层科学依据在于，西班牙目前的埃洛等级分在所有参赛球队中位列第一。自2024年夏天夺得欧洲杯冠军以来，这支斗牛士军团在战术体系的成熟度与球员配置的均衡性上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巅峰状态。特别是以拉明亚马尔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新星的横空出世，为西班牙注入了无与伦比的突破天赋与前场爆发力。这种极致的进球天赋配合强大的赢球动能，使得西班牙在模拟演习中，无论是小组赛的出现概率，还是淘汰赛面对不同风格球队时的应变能力，都展现出了最为稳健的统计学优势。排在夺冠预测榜第2位的，则是实力同样深不可测的法国队。高盛模型显示，法国队拥有 19% 的夺冠概率。高盛指出，法国队虽然在当前的埃洛积分上略低于西班牙，但其拥有了全市场最为顶级、最为均衡的球员天赋储备。无论是中前场的终结能力，还是防守端的身体对抗，法国在面对欧洲与美洲豪强时，都具备极高的统计学防御弹性，这使其成为了西班牙最为强劲的潜在对手。而在另一端，卫冕冠军阿根廷在本次高盛模型中仅获得了 14% 的夺冠概率，位列第3。许多球迷可能会感到疑惑，作为拥有球王梅西且刚刚在美洲杯与上届世界杯中连续夺冠的阿根廷，为什么概率会低于西班牙与法国？高盛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极具统计学魅力且冷静的科学解释，这主要是受到了卫冕者低谷效应的制约。历史数据统计表明，历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在随后的重大国际赛事中往往会出现统计学上的均值回归与表现下滑。
这项卫冕者低谷的底层逻辑在于，夺冠后的球队通常会面临4大隐形挑战。第一是核心阵容的年龄老化，梅西等一代功勋球员年龄的增长，无可避免的会带来体能与覆盖范围的边际收敛。第二是战术体系被对手极度研究后的定价曝光，使其失去奇袭的弹性。第三是连续登顶后，球队在心理层面可能产生的无意识松懈。第四则是各路对手在面对卫冕冠军时，往往会激发出超越常规的拼搏动能。高盛定量团队在模型中对这项历史统计学规律进行了权重惩罚，这直接压低了阿根廷在淘汰赛深水区的晋级概率。紧随阿根廷之后的则是巴西与英格兰。分析完高盛这份大数据报告中披露的密集模型细节，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科学视角去透视现代体育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华瑞认为，高盛这份世界杯预测报告本质上是一次展示大数据建模与定量分析如何重塑传统预测范式的极佳案例。过去人们在讨论世界杯时，往往依赖于球星名气、历史底蕴或局部理论的感性判断。然而，高盛通过埃勒等级分系统、进球天赋参数与蒙蒂卡罗10万次模拟，将充满随机性与混沌特征的足球比赛简化为了可以被精确量化和推演的概率分布。这不仅是体育分析的进步，更是大数据、分布式计算与行为统计学在解决现实世界复杂问题时的一次完美跨界成果展示。同时，华瑞认为，西班牙在模型中以 26% 的概率反超阿根廷，背后正上演着一场世界足团战术与年龄结构的世纪大交棒。梅西代表的伟大时代在经历了上届世界杯的辉煌顶点后，其统治力在统计学的规律作用下正在自然稀释。而亚马尔等新星的崛起，则代表着高频率、强对抗与更具动态张力的现代足球体系的胜利。这种代际交替的过程，在统计学指标上表现为西班牙埃洛积分的持续攀升与阿根廷面临的卫冕者低谷压力。当然，大数据预测模型虽然强大，但体育运动之所以迷人，恰恰在于那些无法被算法100%预测的非线性不确定性。高盛在报告中也特别指出，尽管模型给出了清晰的信息路径，但现实比赛中依然存在着2个核心的无法完全量化的变量。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淘汰赛阶段突发的红黄牌惩罚与偶然性的伤病。高盛模型虽然能模拟整体的受伤概率，但无法精确预测某个核心球员在关键场次中的突发伤退。如果西班牙或法国在半决赛前夕遭遇核心战力的非减员性折损，这将会对模型预测的 26% 或 19% 的胜率造成实质性的结构性破坏。第二个风险是极端天气条件与点球大战中心理压力的随机性释放。虽然模型对地理环境与心理因素进行了加权，但足球在点球大战阶段，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化为纯粹随机的物理碰撞与极端的心理博弈。这项不确定性也是大数据分析在微观世界中面临的天然瓶颈。华瑞认为，高盛这份预测报告用最客观的埃勒评分与多维度参数，为我们揭开了现代体育与数学大数据交织的最美妙面纱。这是一场埃勒积分定调实力底牌，进球天赋与动能决定短期爆发，而历史规律指明路径的立体数据推演。从统计学与定量分析的视角来看，高盛这份模型真正的价值，并非在于给出一个绝对的预测结果，而是展示了科学建模中的动态反馈机制。随着世界杯赛事的推进，有2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实质性指标值得我们深入观察。首先是球队在小组赛前2轮后的动态埃洛积分流速，一旦有球队爆冷拿分，其系统积分的跳跃将直接重组淘汰赛的概率模型。其次是阿根廷队在应对卫冕者低谷时，其核心阵容的实际战术调整与体能衰减曲线。高盛承诺在每日比赛结束后动态更新数据，这种依据实质变量实时修正偏差的客观态度，才是量化分析在面对复杂随机系统时最核心的科学启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